抵达到了阿雷基帕的巴士站，准备往库斯科的方向前进。这一段算是我这次长途旅行的中间点，自助旅行刚好也过了2个月了。晚上，我搭上了隔夜大巴，这趟应该是我目前搭过最舒服的大巴了，一觉好眠到库斯科。早上到站时还被司机叫醒。在这期间经历了过渡期，对于每天研究行程、规划路线、跟找住宿感到厌烦。这是我热爱的事情，想要把这一段旅途好好的记录下来。即使还是会有倦怠的时刻，只要是我还在路上，就还会感到兴奋。我过来的时候正值雨季，库斯科的雨季大约是在11月到4月左右，下午经常有阵雨。来到这里几天，就被临时的阵雨淋湿了好几次。库斯科位于秘鲁安第斯山脉的东侧，建立在海拔约3400米的高原，坐落在灰内的山谷中，是世界上最高的城市之一。对大多数旅者来说，库斯科可能是这趟旅程中的最高点，所以需要特别注意高山症。即使轻微的用力，也可能会感到气喘，包含其他症状像是头痛或是恶心。建议可以先在库斯科待个几天适应高度，也可以考虑备一些高山症的药物。我的住宿距离主广场不远，走出去就能看到。在古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印加帝国的宗教与政治中心。该城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2世纪，当时印加人的祖先在此地区盖起了他们的寺庙。约在1438年，库斯科成为印加帝国的首都。16世纪时期，这里落入西班牙人之手，便将这里重建为天主教教堂与广场。因此现在我们看到许多的建筑就融合了印加和西班牙的巴洛克风格。在我面前的耶稣会教堂是在主广场前的重要教堂，始建于1576年，在1650年的时候，曾经历过一场强烈地震袭击后，进行了彻底的翻修。这座教堂完全是由石头建成，材料包含了玄武岩和安山岩。其内部保留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木雕祭坛，并覆盖着金箔，以及当地艺术学院的绘画收藏。接着我去主广场的外围走走。库斯科是我来到目前在中南美洲旅行里最有古老文化气息的城市，殖民时期的建筑保存完好。城市中有印加时代的城墙，跟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也有安第斯山脉原住民克丘亚人的文化。光只是散步在这座城市，就可以感受到其丰富的历史氛围。回到主广场时，看到了当地人正在游行，抗议一些议题。隔天再来主广场的时候，抗议游行活动还是持续着，人也变得更多了。问了一下当地人，他们说是关于运输业及其他行业工人面临的安全与打击组织犯罪的相关问题，同时也在反映民众对政府阶层长久以来的愤怒。回想了一下，我在这段待在秘鲁的期间，在各大城市的主广场皆有大型抗议活动，是全国性的罢工抗议。今天的库斯科的天气就好上许多，天气晴朗时，这里看起来就更美了。不妨跟当地人一样，在长椅上坐下，享受周围的一切。今天其中一个重点是去库斯科主教座堂，里面有一个小型博物馆，内有收藏许多印加与殖民时期的艺术品。这里的教堂不知道是不是主要观光区的关系，进去皆要收费，不能拍照，而且还不便宜。
里面有一幅我觉得是最独特、最后的晚餐的画作，描绘了天竺鼠料理作为主菜。这是秘鲁画家 Marcos Zapata 的作品。天竺鼠料理是当地的传统节日美食，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当地居民的主食之一。当地餐厅通常会将整只天竺鼠烤过，或是炸过，搭配马铃薯、玉米等当地食材。我的历史之旅从午后开始，若打算在库斯科待久一点的话，要去好几个景点，建议购买库斯科观光证。全票可进入16个景点，有效期为10天。如果去4到5个景点以上，它就会比单买便宜许多了。这里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很多，要了解文物历史的话，也可以购买。不过要留意的并不是全部的景点都能进去，像是主教堂或是太阳神殿需要另外购票。库斯科是印加帝国的首都，是印加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在11到12世纪时，古代印加传说中的开国君主曼科·卡帕克以太阳神之子的身份，率领最早期的印加部族，在库斯科建立王国，扩张领土，并创造了印加文明。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者法兰西斯科·皮萨罗入侵这里，在后续的统治时期时，拆毁了库斯科的所有印加建筑，在废墟上重建了一座殖民城市。就这样，整座城市才融合了像今日的印加与西班牙的建筑特色。1983年，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现在已经是秘鲁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太阳神殿是当地的另一个重要遗址，印加宫殿花岗岩的石墙在这里依旧存在。许多历史学家说明，当西班牙人抵达这里后，就被其宏伟的建筑气势所震撼。花园里面摆满了纯金打造的动物雕像，每一面墙都镀上了一层金，到处都摆放着各种神像，颂扬印加帝国的诸神。当时的西班牙人从未在一个地方见过如此多的黄金。现在，我要前往在当地最重要的遗址萨克塞华曼，它是位于库斯科高地上的一座印加堡垒。这里可以自行上来，不一定要搭车的大景点，但是要走上一段路需要30到40分钟。如果你有体力的话，可以步行上山。爬上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景色不错的制高处，在这可以休息一下，再继续往上爬。抵达到第一个入口，沿着这条路就能到达检查站。到的时候就会检查你的观光证，或是可以直接购票。萨克塞华曼是由印加人在15世纪时建造，特别是在帕查库特克以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建立而成的。这是工人们仔细地用巨大石头切割而成的干石墙，每块巨石之间严丝合缝地紧密相接，许多石头的中间空隙连一张纸都插不进去。估计这些巨大石块重量在100到300吨之间，它们形状不同，大小不一，有些甚至多达12个角。也因为这种精确度以及石灰块的圆角，
石块连接形状的多样性以及墙体向内倾斜的特点。这一带经常发生地震，这些特点都使得这座遗址能在强烈地震中得以幸存耸立。和在印加圣谷的其他石块建筑一样，它们如何建成依旧是个谜。甚至还有些人觉得这里是外星人建造的。萨克塞瓦曼的用途可能是用于纪念印加帝国的军事胜利，或是在某些仪式中进行模拟战争，以供统治阶层及平民观赏。如果你的时间足够，可以往萨克塞华曼沿路而上，在这上面还有2个大型遗址。秦科有一个圆形剧场，这片半圆形的区域被石墙环绕，可能曾经是举行仪式或天文观测的场所。再往上走远一些，就能抵达普卡拉。这里因为附近山坡的红色色调而得名，外号叫做红色堡垒。在古代，它很可能是库斯科首都，甚至是整个印加帝国的防御站，或是军事控制站。在遗址的草原上，有许多可爱的羊驼，在这里悠闲地吃草。看到这些大石头后，真的觉得它们不可思议的巨大。以当时的时光背景，很难想象古代人是如何搬运到此的。我步行到旁边的山丘，那里有个巨大的耶稣像，俯瞰整个城镇，有种是小上1号的巴西里约，就是基督像的感觉。晚上的时候，我出去市区走走。库斯科整体上相对安全，但就像任何城市一样，运用基本的旅游常识，大部分时间都是相对安全的。晚上外出时尽量待在市区里面，在有灯光明亮的地方。这里的夜景很美，推荐晚上出去走走看看。山丘上的房屋闪闪发光，感觉特别动人。库斯科是个值得慢慢品味的城市，建议至少停留个4到5天。探索市区可以花上个2、3天。另外，再安排几天前往周边景点，像是彩虹山、印加圣谷、马丘比丘跟胡曼泰湖。就这些景点，就可以待上很多时间了。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觉得这部影片还有意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让更多人看到影片。我们下次再见。